係咁網友嗱，呢條片係報導呢個重慶大學發生嗰單嘢嘅。據收到嘅消息咧，話北京咧係震怒嘅，即係咧呢啲咁嘅事咧係好難制止嘅。自從四通橋咧之後咧就揾人守橋，咁但係呢啲咁樣打呢個投影，你點樣去防止咧？即係咁樣嚇。咁但係呢啲咁嘅 message 咧一出咗嚟，佢就喺地下嗰度猛咁傳，對於北京嘅統治威信咧係造成威脅嘅呢啲人。而且咧有傳染性嘅。中國93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前夕，8月29號晚下，重慶大學城核心商業區希街一棟高樓外，俾好多條反共標語投影覆蓋，震驚校園同埋社會。標語係：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起來反抗奪回自己的權利，打倒紅色法西斯，推翻共產黨專政。不要謊言，要真相；不要奴役，要自由。暴政共產黨下台，呢啲強烈語句。投影50分鐘，嗱呢個呢，我覺得呢嗰個公安局長就要落台嘅，即係咁樣50分鐘先至揾到出嚟制止，呢個係不能夠容忍嘅，呢個不能夠容忍嘅。你一見到呢，梗係對面打過嚟㗎啦，應該呢就出幾百人即刻逐層搜索㗎嘛，點需要50分鐘？呢啲一接到報5分鐘之後就要出發，呢個公安局長係無能呢個。重慶議人字周先生話：星期六一早，街道上呢好多警車喺咁重要時間呢出現呢啲車，啲警察呢就好忙，睇起上嚟呢做官嘅要落台。呢個係要落台啊！呢個係政治事件，呢個係政治事件，比老百姓上京北京上訪嚴重得多。正面挑戰共產黨，行動者準備精密，使咗600瓦嘅戶外投影燈，好犀利喎！啲戶外投影燈其實邊度射過嚟一定睇到嘅，遠端定時開關。咧佢走咗噶啦，係用個計時器到時開嘅，獨立 router 同電話卡並預設投影儀佈置喺對面嘅嫲嫲公寓房間入邊，透過手機遠程啟動實能投影。佢要你追佢唔到個 router， 獨立嘅 router， 等你 cut 佢唔到，唔係立即 cut 線 cut 到。同埋咧就用電話卡你追唔到個來源，呢個就係我都話啦。而家咧以前咧嗰啲咁嘅要做啲計時爆炸嗰啲咧就好難，而家咪用手機打去咪得咯，呢個所以咧就完全咧遙遠睇住用手機控制，乜嘢都手機控制。投影完成後，警方用咗1個鐘頭鎖定房間進入，無能。行動者已經人去樓空，只要留一封手寫嘅信喎，有封手寫嘅信俾你喎。佢話：我唔知道你係邊個，暫且呼你一聲朋友，或者呢個時候你已經將我當做你嘅敵人啦。首先，我唔係屬於任何組織嘅，行到呢一步呢，亦都係無可奈何。請不要為難無關嘅人員。佢直斥中共罪惡罄竹難書。話基層執法者如果逼不得已咧，可以將槍口向上調嗰啲。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啦，就係嗰個柏林圍牆倒咗之後咧，嗰柏林圍牆嗰啲家就被審啊，因為佢開槍打死人啊。咁嗰個人話：喂，嗰個家就話我係聽命令啫，我冇辦法喎。嗰個法官話：係你聽命令，但你當時可唔可以槍口提高2寸咧？咪唔打死人咯？你當 miss 咗啫嘛？點解你唔調高2寸啊？於是判佢入獄嘅呢個。好啦，原計劃喺閱兵嗰日先做嘅，等大學生返學校啟動，咁個影響大啲。但係要擺多幾日喎，擺咧就有危險嘅喎，要擺多4日。如果有人懷疑呢間房點解空咗，因為佢係一間公寓嘅房嚟嘅，佢租咗。
冇人出入，跟住佢哋報警，咪柴灣咗咯。所以預早提前執行，呢個就係。另外咧，佢話已經帶埋家人安全轉移到可靠地方，但係佢嘅家人揾到係邊個呢？依然被警方詢問，親戚被帶走。佢鄉下個哥哥啊，真係慘，被警方帶嚟，屋企嘅書籍被清查，好明顯呢啲係讀大學或者大學畢業嗰啲人啦，呢個就係。大學城周邊高校氣氛緊張啊！學生群組迅速轉發影片同評論，輔導員發布風險提示，警方增加便衣巡邏，校園監控同門口保安嚴加部署。呢個唔係孤立事件，呢個係一系列事件。最先出現呢件事咁樣公開發表反共嘅標語嘅，就係2022年四通橋事件。彭立發到而家仲係不知所蹤啊！公開挑戰中共政權，呢個四通橋彭立發高呼不要核酸要吃飯，不要領袖要選舉，後來出嚟嗰啲差唔多，嗰啲標語都係差唔多。咁2023年咧，山東濟南已經有人嗰個柴蟲遠程控制投影機，呢個已經係用咗投影機㗎，投出打倒共產黨，打倒習近平。2024年，湖南柳底青年方毅容掛橫幅，不要特權要平等。2025年，四川成都梅西林掛出多條橫幅，呼籲民主。今年兩單。事件嘅頻率越嚟越高，手法由橫額到投影，地點由北京到全國各地，主要係青年人做嘅。不少青年人，點解青年人做呢？我嗰陣時，我早10年前我話呢一個大陸啲人呢，嗰陣時好樂觀嘅，覺得個生活會持續改善嘅。我話呢啲咁嘅氣氛呢，喺1980、90年呢，我喺香港見過，係好危險。如果大家都好樂觀，過去20、30年都覺得繁榮，香港又係咁7幾年去到9幾年，一逆轉嗰刻呢 lift up 唔到人哋嘅 expectation 呢，係更加大鑊嘅。經濟低迷，因為而家集體低迷，經濟放緩，最緊要嘅就係嗰個經濟嘅活力喺度消逝緊啊！因為國進民退啦，咁就係嗰啲互聯網企業就俾習近平揸死咗啦，地緣政治啦，一系列嘅原因咯。呢個房地產嘅泡沫爆破啦，地方債務啦。於是呢個經濟唔知出路，嗰啲人咧好迷茫啊，內卷化嚴重，失業率高居不下，好多年輕人失去方向。2025年當局調查16，根據佢哋嘅調查，2026年16至24歲失業率17.8%，較6月嘅升咗3.3個百分點。其實已經係排除咗嗰啲有書讀嘅人啊。揾嘢做，其實有啲書咧係可以做 part time 噶嘛，亦都係2024年8月以來第一次升到咁高。其實嗰啲大學生揾嘢做好難，最大鑊嘅係乜嘢呢？最大鑊咧就係嗰啲大學生啊，發現咧讀書冇用啊，讀完咧咁辛苦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，然後出嚟揾唔到一份好嘅工。呢個呢，就係好多送外賣，咁呢啲係好慘嘅，覺得咁辛苦讀書嚟做咩呢？喺呢種就業困境之下呢，青年群體自創符號表達。2024年有一句叫爛尾娃，呢啲就叫爛尾娃。大量畢業就失業，依賴父母即係呢個有3句説話講得好傳神。佢話大陸呢，就有生氣勃勃嘅老年人，因為嗰啲退休嘅幹部呢，好有錢喎，有萬幾蚊喎，佢冇支出乜滯喎，佢哋咧就周圍全國去旅行嘅喎嚇，呢一個係迷惘嘅年青人，同埋咧就生不如死嘅中年人。點解中年人生不如死呢？
佢哋又要供樓，又要供仔女讀書，又要養爸爸媽媽，簡直係生不如死咯！呢個就係好啦。除咗躺平文化，一個更加極端嘅老鼠人，自嘲過住低能量，靠外賣同網絡生活。呢個反抗，佢哋決定覺得奮鬥係冇用嘅，一路 sell 俾佢哋聽奮鬥係冇用嘅，而家覺得奮鬥冇用，不如唔好奮鬥啦。更深層次45度人生啊，係咁樣嘅，佢哋嘅人生係奮鬥又唔會奮鬥，躺平又躺平唔晒，既不全力內捲，亦都無法躺平後平靜。28.5% 嘅青年係處於45度人生，12% 躺平，企直嘅58，呢兩個加埋40%，有40%人呢係半怠工嘅狀態。上世紀90年代以來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，社會係相信一樣嘢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你就有前途，就有機會。近期呢，嗰啲房價高企，然後又再下崩潰啦，產業外移啦，機會減少，外資減少啦。呢個上升嘅 social mobility 嘅途徑啊，好似關死咗。以前每一個人都可以上升，即係我嗰陣時香港都係啦。你只要讀到大學，嗰陣時讀到 Form 6都叫高學歷㗎。讀到大學一定揾到份好工啊嘛，係咪？一定揾到份好工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就可以咧，就慢慢就係娶老婆、生仔、買翻間屋，嗰陣時叫三子政策咯，嚇。就買間屋仔，娶翻個老婆仔，揸個日本車仔咯，你咪進入中產階級咯。我哋好多人都係嗰啲屋村出嚟嘅，嚇一代嘅靠讀書就係進入中產階級，應該係。咁而家呢條路斷咗，喂好大鑊一出嚟，你讀咁辛苦出嚟，如果揾份工係4-5千蚊嘅，做到隻狗嘅，咁你點咧？呢個係我問你。你覺得完全對爸爸媽媽唔住啊？尤其是你要喺深圳、上海呢啲咁嘅地方住咧，生活費好貴嘅。即係嗰個喺香港機場俾人哋打嗰個咧，嗰個翻去北京咪生存唔到咯，生存唔到，冇級升，冇人工加，結果喺北京嘅生活太貴，自殺死咗嗰個嘢，死咗，終於嗰嘢死咗。社會階級嘅流動性斷裂，令青年迷茫。過去搏命讀書，希望進入985、211呢啲大學就係中產。而家咧，你優質大學畢業都難保穩定工作，呢個係有好大鑊嘅。你去到咧後生嗰時咧，就要你搏命996， 35歲之後咧就唔請喎。呢個真係大鑊啦！呢個就係來自小城嘅提海子進入名校之後，做嗰啲題目啊，係靠考試題做到反反覆覆，冇人脈，冇社會資本，揾唔到呢一個，揾唔到工做。2025年發表嘅 BMC Public Health 一個大型流行病學調查，話呢個好嚴重，成個社會涵蓋全國，即係等於香港。係10年前我話香港咧係悲情城市啊，點解係悲情城市啊？喂，香港人咧最聰明喎，咁而家有時香港聰明，有時新加坡聰明，即係香港係最聰明嘅幾個地方之一。曾經有一年咧，嗰年香港最聰明啊，平均105度 IQ。香港人最聰明，香港人最長命，而香港人最唔幸福喎。你唔幸福又長命又聰明嘅咪好大鑊啊！呢個係個悲劇嚟喎，因為你聰明你就覺得自己好，即係感覺得自己嘅失敗係好敏鋭，涵蓋106所公學，4萬個有效樣本，結果中國大學生呢有9.8% 出現抑鬱病狀，15.5%係焦慮。又抑鬱又焦慮嘅咧就6.5%，即係夾埋咧大概20度。
又抑鬱又焦慮咧，好容易搞到自殺喎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好危險啊！有啲就變咗反社會罪行喎，呢個好大鑊喎，呢個就係。即係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呢啲咁嘅嘢係有一部分係中國人嘅民族性、東亞民族性構成嘅。我係覺得，我係崇尚德國嗰套制度嘅。德國咧就係小學咧唔準教學科嘅，淨係學語言同埋數學，學啲生活技能嘅啫。然後咧，你唔中意讀文科嘅咧，就係俾你讀嗰啲職業學校，就一路實習。一路實習咧，去嗰啲大工廠度，於是你變咗有一技之長。但係你中意翻讀大學咧，你又可以翻去讀大學喎。佢係任你讀嘅喎，不過你一唔讀，因為咧德國好尊重啲技術工人，啲技術工人嘅人工咧係唔會少過白領工人嘅。咁呢個問題咪解決咗？喂，東亞人咧就唔得喎。萬般皆是階下品，唯有讀書高喎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喎。相傳呢首嘢咧係宋真宗寫嘅，但啲人咧考證咧就話唔係，即係咧喺中國咧，你做好多錢做生意咧冇用嘅喎。你如果冇功名嘅話咧，一下就整到你傾家蕩產喎，啲官可以係。所以咧，中國嘅資本主義發達唔起嚟嘅一個途嘅理由就係咁解，一去到有錢，第二代就轉咗讀書嘅咯。呢個就係只係得一條途徑，上進嘅途徑就係讀書考做官。有好多篇研究，中國大學生嘅抑鬱症狀盛行率啊，達到28.34%。有啲樣本咧話1/3，我做佢都抑鬱啊！咁辛苦讀書考到好高，入咗呢一個清華北大出嚟冇份好工，咁你又去讀碩士，再搞多幾年碩士添，搞到27、8歲，咁點呢？真係我問你，溝女又溝唔到係咪啊？有3000萬人係冇老婆嘅，真係呢個大鑊，呢個真係娶男人應適婚年齡，男人比女人多3000萬，要搬去烏克蘭，烏克蘭呢？就係女人比男人多50%嘅，呢個係精神健康。至於中國學生系統回顧，普通抑鬱20%，焦慮13點幾，瞓唔着覺嘅夜3點幾，非自殺性自傷16.2，咁大鑊。自殘即係篤下自己啫，就唔係想死嘅。自殺想死嘅就10.8，自殺未遂嘅2.7，都好大鑊啫。自殺未遂2.7。自殺未遂2.7，100個有2.7個係自殺未遂，咁自殺可能遂噶嘛，咁啊有0.幾%。大學生抑鬱症檢出率喺8% 至74% 浮動，焦慮檢出率5至40%。呢個差異來自調查方法同文化背景。我做大陸人呢，我都非常之憂慮。如果我係青年人就，但係咧你係香港人咧，我先至勸我朋友翻去大陸退休啦。你攞咗份 MPF 有70-80萬，然後整多你整多幾十萬，你咪翻去大陸買間屋。而家去惠州啊，10里銀灘啊，10幾萬咋。然後你淨係食嗰個生果金啊，你都夠活啊！你知啲錢係好舒服啊，日日喺度。呢個係即係嗰啲我睇見咧，大陸咧惠州嗰啲別墅，哇精裝修2000尺都係百零萬咋，幾靚啊！個花園裝修得好靚，我都幾乎如果唔係政治問題，我搬翻去住。同埋唔能夠上網呢個大鑊，佢翻牆都翻唔到。2025年初發嘅調研報告，63.9%嘅青年高度關注心理健康，但我話俾你聽啊，香港嘅心理健康問題咧已經嚴重啊。其實呢啲心理輔導咧係遠遠唔夠，而且心理學同精神學咧係一個心理學一個偽學科，我已經證明佢完全幫唔到嘅。其實係靠心理學係。心理學係完全幫唔到心理有問題嘅人嚟嘅，呢個係我哋要靠呢個，一定要靠呢個基因治療同埋呢個荷爾蒙治療嘅。其實係成個社會就係一個待爆嘅炸彈。重慶大學城嘅投影標語唔係一個單一事件，
係青年絕望情緒嘅外日，好大鑊，個成個社會陷入絕望入邊。從四東橋到今日呢行動嘅本質就係喺經濟上升階梯破滅，你整個社會係冇希望嘅，貧富懸殊，部分人選擇用最冒險嘅方法發聲。呢啲事件唔會演化成為大規模運動嘅，唔會。你覺得佢會哇啲人出嚟推翻暴政？唔會，因為呢，你做唔到嘅。佢擺咗好多武警，你一出街頭佢就鎮壓你㗎啦。當一個世代認為讀書冇用、努力冇用、上升無望，呢個體制嘅合法性正在被侵蝕，成個社會陷入一個頹敗嘅社會入邊。佢唔係崩潰啊，佢係自己內在喺度腐朽。呢個喺度好啦，嗱，9月1日，日本黑松鮮梅子燒酒68蚊，日本直運嘅，日本黑松鮮釀柚子鮮柚68蚊，呢個就好緊要啦，呢個就係甜瑞樂啊，呢個係激發你嘅褪黑激素嘅，你知道最黃道嘅安眠藥就係激發你嘅褪黑激素，褪黑激素激發你嘅血清素，於是你就瞓得着覺。完全係來自純植物，瞓覺好重要啊！我係食血清素啊，呢個褪黑色素啊，會員1盒9折，2盒7折，3重色氨酸、茶氨酸同埋鎂啊，30粒190蚊，第1盒9折，第2盒7折，一個好好嘅睡眠對你嘅健康非常重要嘅。轉眼又到中秋佳節啦，俏貓貓今年誠意推出3款精選月餅。買得多，仲有豐富嘅贈品送俾你。雙黃白蓮蓉月餅咧，當然係傳統之選啦。用大碼嘅鹹蛋黃，口感豐富，白蓮蓉細滑不膩，甜度適中，令人回味。每盒4個，早鳥優惠，原價288蚊，而家特價188蚊。人氣之選嘅迷你金沙奶黃月餅咧。奶黃香氣撲鼻，微波爐輕微叮一叮，香滑升級，入口即溶。每盒8個，早鳥優惠，原價298，早鳥優惠198。新品介紹迷你開心果麻薯月餅，開心果呢有氨基酸，有助心血管健康。粗粒開心果配上 Q 彈麻薯，口感層次豐富，素食者都啱食。每盒8個，早鳥優惠248蚊，原價368蚊。香港製造，絕無添加，安心享用。嗱，而家呢買得多仲有贈品喎。你如果以前買咗呢唔緊要，你只要買夠呢個數可以改單，一樣有贈品俾你。咁你就係最好幫你啲兄弟姊妹啊、親戚朋友啊、同事啊一齊買埋，咁咪攞到贈品啦。買滿5盒就送台灣沈家3星香蔥花生一樽，價值70蚊喎。買滿10盒呢，犀利啦！送台灣麻豆文蛋柚約3公斤，6至8個，價值288蚊。每年等樹上熟先採摘嘅，果肉細嫩，清甜多汁。買滿20盒送 BG18 魚子醬30 gram， 價值1080蚊，非常名貴。之前已經預購月餅嘅你呢，贈品照送嘅。如果你以前買咗3、4盒，咁你加1、2盒落去，咁就會送到相應嘅贈品噶啦。月餅網上門市限時優惠下，由9月1號起至9月30號售完即止，攞貨日期呢係喺2025年9月19號到10月3號嘅。